各位佛友，大家好。昨天呢，我刚刚去接种了第二剂的这个新冠疫苗。那么现在呢，这个部位就打针的地方有很轻微的那种痛，但这个痛的就有点像被人家捶到，或者是平时打针的时候呢会有的那种肌肉的一种反应。那么我是3个星期前打第一剂，当时呢也有1-2天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么其他时间呢都正常的生活，茶照喝，那么香照品，然后觉照睡，饭照吃，所有的事情每天做的都正常的运作，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反应。那有一位中医师在我接种第一剂的时候呢，有来给我把脉，他发觉到说我的肺部有一些反应，认为这个是好的反应，也就是身体呢对这个疫苗产生一种可能制造抗体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呢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疫苗对治这个疫情呢，它不是绝对好的或者是绝对有效的。不过呢就比例上来讲呢，它的效力当然是比较好。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这个抗击这个疫苗的抗击这个病毒的这种方法里面呢，到目前为止疫苗还是最好的选择。所以现在全世界呢只要有能力或者是有办法拿到这个疫苗的国家或者是人民，那么都会去接种这个疫苗。当然在市面上我们也知道说有很多的这个传言。那么这个传言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显现出来的都是比较负面的东西。那很简单的一个比喻比如说1000个人接种了疫苗有1-2个人可能出现问题，那么900多个人他们是正常的，他们的消息是完全不会被报道的。但是这1-2个出问题的呢，就会被报道，甚至有一些被大肆的炒作。那我们多数人只看到这个比较细微比率的这种负面的新闻，所以就很多人去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说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正常的，或者是有些微的这个反应而已。所以还是说现在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接种疫苗。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放心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发现到说大部分的国家他们不管采用什么方法，他们都发现到说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是最有效的。那么所以我们呢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要求，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接种疫苗的比例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所谓集体免疫的这个效果。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对病毒的那种防疫的作用呢就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大家呢还是可以放心的去接种这个疫苗。那顺序照登记报名然后顺序来完成国家需要做的这个工作。那么至于佛教徒对这个疫苗是什么态度，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我们不需要从经典论点里面去找什么证据来说可以不可以做。因为呢在佛陀时代或者是佛陀过后长期在印度的这个佛教宣传，乃至佛教弘扬到中国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没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发生，让这个经典要去记录或者记载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佛陀时代呢，佛陀的弟子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叫做奇婆，他其实就频婆沙罗王跟阿舍世王的抑郁。那佛陀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什么弟子呢生病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个意义来帮忙治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对于身体健康卫生的问题，佛陀呢他是依照世间的这个正常的做法来处理的。那所以呢，我们也很简单的知道说，佛法的行持里面呢，有一些是随顺这个世间所需要的一种方式正常的操作。所以呢态度很简单，就是假如我们认为，或者是以世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认为接种疫苗是防疫的最好的方法，那我们就随顺这个因缘不需要去找一些什么证据来说佛陀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什么之类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变成想太多了，反而呢就可能是误视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知道说防疫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就是接种疫苗。那么目前呢，在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是一生的这个生长里面呢，我们有好几个疫苗呢是必须要去接种的。那么目前呢，我们加多了一种，那我们就随顺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去把它做好。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要根据卫生的一种需要，然后呢，在整体上不管是整体的国民，或者是整体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整体的这个世界来看呢，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子做，那我们就去随顺它，把它做好。那么这个呢，保护到我们个人，保护到我们家里的人，也保护到整体的这个社会。所以最后呢，也不是说一定要用什么鼓励或者是什么方法来告诉大家，只是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然后大家呢都有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你如果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是更好的你认为的这个正确的做法，那你就做出你的选择。那这个是我们希望把讯息传达的一个原因。最后呢，祝大家平安健康，那么希望能够早日远离这个疫情带来的一些苦，或者是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障碍。谢谢大家。